现在我在编舞蹈，因为待会儿拍的时候需要一个片段是我简单的一段舞蹈，然后现在要编一下。我很期待这个场景是不是像导演说的很有科技感，然后我觉得会很酷。我今天好好发挥吧，加油，稳稳的。开始。竟然抽到了限定款星光号，也太欧了吧！这次。主人你好，我是星。看我这边。那我也欧，遇到主人您，我也很幸运。OK 卡，好，还不错哈。现在才拍完了第一场，然后后面还有别的很多没拍，就希望后面再进入状态，我演得更好。对，哦，好的。好吧。哇，这行李不是我本人了吗？真是欧到家了，竟然真的是隐藏款。大家看我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个表面是笑脸，但其实内心是哭脸的一个状态。我现在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我来上那个地锅。被抛弃了。我的主人 A 抛弃了我，他有了很多个盲盒，见一个爱一个。可能因为灯光原因，可能没看清楚，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到紫色的。现在应该能看得到。起伏在后面。来，准备。现在是我的主人 B， 他现在是一位男生，是一个哥哥。然后这一场戏呢，我连这盲盒的盒都没有出去过，就也是很惨，还没进仓库，连盒都没出。就是因为我是重复的了，然后他要帮我卖掉回血。这就是我的主人吗？他好可爱。对不起了，哥们儿，我得把你挂20万单，快点危险了。好，我慢慢走了。蜜蜂在对话。哦，应该在这。来，准备啊！好，来。好，看，有了。好了，再拍一个，他在过程中正在转向那边了啊。现在又换了一套衣服，然后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服装就是3节是一样的，旧款3节6米多嘛。黄色的工装服是升级款，这个差别就在于哪个比哪个热，旧款就太热了，新款还好，啊不，新款也不好，新款也热。开灯，开门。你好，小新。主人你好，我是。不要叫我主人，都叫我姐姐就好了。好的，姐姐，系统称呼重置成功。好吧。
哇，这要是在生活当中真的买一个这样的盲盒，我觉得好好。如果能真的买一个像我这样的，谁把它放仓库里，我就去追到他家的地址去询问，怎么可能会没人要？然后这个场景呢是质检室，我是一个还未出厂的 AI， 然后正在给我的质检师看我的怎么说，介绍我自己，看我的舞蹈实力。昨天有很多主人，然后有很多哥哥姐姐一起跟我对戏，就感觉还挺好。然后今天呢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质检师，只不过没有对话。就我今天的话，其实任务比较简单，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然后就只能再辛苦各位老师陪我再过一会儿。大家看，这以后即将是我的方向盘。大家知道，在机场拿托运行李的，就是拿行李的地方，就到站拿行李的那个转的那个东西。我小时候有一个手指滑板，然后它就这样一直走，然后那个手指滑板我就这样，很好玩，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手扶梯，对，玩那个。我的童年。好，来准备，3、2、1，开始。谢谢导演，导演很好。你演的好，演的不，其实并没有很多天，对不？只是我一个人结束了而已。其实明天哥哥姐姐们还要再工作，其实只是我杀青了而已。就是到时候大家一起结束的时候再庆祝。我就简单的快乐，太假了。我要好好来一个，3、2、1，好。辛苦了。其实杀青了，对我来说，怎么说呢？是我星光号这个角色，告一段落了。然后就是现在期待它的完成品是什么样子，对，期待结果是什么样，一定会很酷，一定会很好。然后各位工作人员哥哥姐姐辛苦了。就是这次拍摄呢，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有很多哥哥姐姐们在指点我、帮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嘛，所以没什么经验，很正常。老师辛苦了。然后就是导演也好啊，老师也好，就哥哥姐姐们都在帮我指点细节。然后这一次我也很受益，我能够回去上表演课的话，
也可以跟老师探讨，然后我学到的东西，回去要好好消化一下。See you。你好，我是星光号代表，编号U3111921，我的服务属性是才艺，我的团名是 Boy Story， 希望给您带来。大家好，我是 Boy Story 贺兴龙。这一次呢，我在我们这个拍戏的角色里，这叫什么？拍戏的故事里 ，OK。我这一次呢，在我们拍戏的故事里，我是一个 AI， 就是我是一个名字叫做星光号的 AI 机器人。对，其实它是有情感的智能的机器人。对，它不是那种没有情感的，对，就让主人让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呢，这是我们 Boy Story 第一次尝试拍戏。其实，我觉得表演这个东西的话，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是难的点要在于，真的和专业的演员相比的话，就是一看就自己差了很多嘛。但是不难的话，其实就是，你只要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就成功了一点点，对。剩下的话要多跟老师们学习，然后自己要多看电影也好，各种方式来学习。我觉得其实我这个角色很好带入，因为他是怎么说呢，是有情感，但是表情上面的话不需要做特别多的情感，他只是微笑，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通过眼神啊或者是语气来体现我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难，我这个角色。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和老师做的练习，我觉得是有难度，因为当时没有那个环境，然后也没有跟我说话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想象，我就是想象不出来那个画面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因为剧本也在修改，所以我就不太确定我是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演。对，因为老师说的有一个版本，然后在导演有想了一个版本，然后我自己在看完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大概想演的方向。对，就很难，我觉得。之前我有想自己拍的是那种动作片，对，就是很帅的，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打，然后就警匪片也好，就动作片，哇，我就觉得就想象，如果在电影院里面能看到我自己的脸的话，我就觉得哇，大屏很帅啊，就是要不然就是间谍那种，很帅。然后这一次我们尝试呢是一个，我在说什么？在我想象当中的话，是那种很帅的，比如说警匪片、动作片这种。我也曾经想象过，在电影院的屏幕上面，我是怎样一个，就比如说打架的画面，哇，多帅，或者是一个多有性格的一个人。但这一次的话，相反了，这个 AI 的话很乖巧，然后又要时刻保持微笑。其实这个的话，怎么说？我每次都是拍戏的时候，先保持这样的微笑，然后导演还看我这，就怎么说呢？因为我不想笑太久，因为笑太久的话，脸就有点僵了，就有点不太会笑了。然后我笑的就很假的话，我就觉得又不太对那个意思。跟导演围读之前，我是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有情绪的机器人嘛，所以就应该可以通过小表情来向大家展示我的情绪。但是导演还是觉得，和老师还是觉得，怎么说？因为他是机器人嘛，是为服务主人的，所以他这个出场设置就是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我觉得后来马上认同了这个观点，我觉得对，因为我只有
时刻保持微笑才能合格出场嘛，就是这样才能人家才愿意买我，不然我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人家干嘛买我呢？对不对？就是后来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对，确实是应该时刻保持微笑，应该通过语气或就是那种失落落差感，或者是眼神也好，来表现我的情绪。我这个角色是 AI 机器人，它是一个有情绪的机器人，然后它有3个主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它有3个主人，分别是不同性格的主人，对，有的是喜新厌旧的，有的是怎么说，为了卖掉我回血的，还有最后一个主人是真心的把所有的钱就是只买我一个的那种很专一的主人。就是这3个主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现在这个身份的话还是比较实际的，就是确实是这样子，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来面对我，然后我也要去面对别人。就是其实虽然关系不是机器人和主人这样的关系吧，但确实是主动被动，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关系。对，拍 MV 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多需要演技，因为它就顶多就是，比如说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神，然后或者加一些故事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要抬头，要有什么样的表情，或者是假装来叫朋友过来，要不然就是假装一起看什么东西，要不然就是在悄悄说什么，就类似的这种，所以就没有特别多难度，就是随便说什么都可以。然后这次表演的话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一个小细节都会被观众看在眼里，就不像 MV 那样，不会出来声音，然后各个细节可能也就一下就过去了，重点在舞蹈部分。然后这个微电影的话，就是怎么说，疏忽一个小细节的话都会很明显。在拍摄过程中的话，我觉得是我的那个盲盒吧，因为我以为我在这个盒子里面是躺着的，我以为是躺着的，但是因为快递送过来不可能是竖着这样送，我以为是要通过各种组装零件这种，但是后来是一个像冰箱一样的竖的，然后那个盒子里面很闷，但是那个灯光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通过镜子呀各种这个折射的角度还挺厉害的，就是真的还挺像一个盲盒机器人。就如果我觉得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就像真人身高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摆在家里面，我觉得收藏度很高，一定会有很多人买，然后可以换衣服啊，也可以有这种才艺属性或者各个属性，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刚开始我拍这个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自信，因为我怕我演不出来那个有情绪的机器人这样一个感觉。对，我觉得很难演，因为又要有情绪，但是又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机器人，所以就有点矛盾，我有点不太会演，我害怕自己演不出来那个效果。但是后来导演说我演的可以，对，就是觉得是他想要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再重复看自己每拍一遍的那个视频，我就觉得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对，但是比我在练习当中的话，确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对，因为我给自己通过环境带入了很多东西，我给自己的心理建设很多，对，就不像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光念台词一样，对，然后这个现场很多哥哥姐姐们、导演老师都在帮我，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像一点，对，怎么样能够演得更好一点，我觉得都很好。然后跟大家在一块儿工作，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首先我这个盲盒这个主题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很新鲜。然后再跟大家分析每一句话说的对不对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什么？通
通过这一次进组拍戏呢，虽然不长，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只有2天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值得我自己私下去消化。对，首先是整个流程也好，或者是拍戏的注重的细节，对，这个是我需要自己学习的。比如说练习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练到位了，就是练对那个感觉了，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在镜头里面的你是不太一样的，对，就是你录下来之后，然后自己看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感觉。然后我觉得表演这个东西，还是很难的，对，是特别难，所以要以后多多跟老师上课学习，然后自己私下也会看很多老师们的作品，然后自己因为喜欢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钻研，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自己很适合我的剧本，然后我会努力的演好，当一个优秀敬业的演员。对，就是我也希望毕竟自己感兴趣嘛，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条路上有一定的成就。对，然后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Boystory 第一次拍戏的6个人所有的故事。好像说的不太对。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6个人拍的微电影，然后希望我们以后多多学习演戏，能够演得更好。谢谢大家。